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Pim van Vliet 和 Jan de Koning 的低风险高回报。Pim van Vliet 是荷兰核保资产管理公司 Robeco Asset Management 的基金经理，长期负责低波动率投资策略。他在大学本科时偶然读到一篇美国金融学教授 Robert Hogan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学术论文，发现同一个股票市场中，低风险股票的长期回报反而高于高风险股票。这与风险越高，回报越高的传统认知正好相反。他的这本低风险高回报研究的正是这个股票市场中的低波动率之谜。他用追溯到1929年的历史数据，揭示低风险股票长期跑赢高风险股票的投资悖论，并在低波动率的基础上加入收益和动量两个因子，形成一套普通投资者也能理解和使用的选股方法。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承担更多风险的人为什么反而赚得更少。Pim van Vliet 年少时投资一家叫福克 Fokker 的荷兰飞机制造商。这家公司由于制造成本过高，公司经营逐渐陷入困境，股价也开始剧烈波动。20世纪90年代初，这只股票一个月波动 20% 并不罕见。1994年 Pim van Vliet 以每股12荷兰盾的价格大量买入，希望公司能够走出困境，股价重新起飞。结果福克的股价在随后1年里持续下跌，跌到4荷兰盾时，他卖掉了全部股票，本金已经亏去2/3。2个星期后，福克宣布破产。这次经历让 Pim van Vliet 意识到，剧烈的价格波动并不只是获得高回报的机会，也可能是企业经营恶化和破产风险提前显现出来的信号。但福克毕竟只是一家公司，不能仅凭一个案例就断定所有高风险股票的回报都更低。要验证这一点， Pim van Vliet 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股票市场。他基于从1929年开始的美国股票市场数据，在市值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根据每只股票过去3年的月度回报波动率，分别建立2个股票组合。买入波动率最低的100只股票组成低波动组合，买入波动率最高的100只股票组成高波动组合。股票的风险特征并非一成不变，一家公司可能因为经营恶化或陷入财务困境，从低风险股票变成高风险股票，因此每个季度都要重新筛选一次。如果原有股票不再符合条件，就将它卖出，再换入新的股票。假设分别向2个组合投入100美元，并把所有收益继续投入，一直持有到2017年，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距。经过88年的复利滚动，低波动组合中的100美元增长到了48万2千美元，高波动组合中的100美元却只增长到2万1千美元。低风险组合积累的财富是高风险组合的22倍以上。在这88年里，低波动组合的年均复合回报率为 10.2%， 高波动组合只有 6.3%。低波动组合的年化波动率为 13%， 高波动组合则达到 36%。 也就是说，高波动组合承担了大约2倍半的风险，得到的回报却更低。为了进一步验证这是不是只是风险最低和风险最高的2个极端组合，风险与回报之间究竟是不是一条简单的反向关系，他继续把这1000只股票按波动率从低到高分成10组，每组100只股票，比较不同风险水平下的长期回报。结果显示，风险与回报之间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先缓慢上升，随后迅速下降的曲线。与风险最低的第1组相比，波动率稍高的第2组年复合回报率略高于 11%， 第4组则达到 12% 左右。承担适量风险确实可能带来更高回报，但越过这个位置之后，风险继续上升，回报反而开始下降。第8组、第9组和第10组承担了更大的价格波动，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补偿。高风险组合长期表现较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更容易遭遇难以修复的深度亏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高波动组合损失超过 90%， 最初的$100最低只剩下$5左右。即使坚持下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熊市以及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高波动组合仍然出现过接近或超过 80% 的回撤。每一次大幅亏损都会大幅削减能够继续参与复利的本金，之后即使市场反弹，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回到原点。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风险本身，而在于风险是否过量。承担适量风险可能提高回报，一旦风险超过临界点，就会适得其反。就像做菜放盐，少量可以调味，放得太多反而会毁掉整道菜。既然80多年的市场数据已经显示，低风险股票的长期回报高于高风险股票，为什么很多专业人士和学术研究者仍然坚持高风险带来高回报？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在计算投资业绩时混淆了简单回报率 （simple return） 和复合回报率 （compound return）。假设用$100买入一只股票，第一个月下跌 50%， 账户只剩$50，第二个月又上涨 50%， 账户会变成$75。如果把2个月的回报率直接相加，负 50% 加上正 50%， 平均结果是0，仿佛这笔投资没有亏损。但真实账户已经从$100变成$75，本金损失了 25%。原因很简单，上涨和下跌作用在不同的本金上。亏损 50% 后，只剩下一半本金，之后必须上涨 100% 才能回到原点。复利能帮助财富增长，也会放大深度亏损留下的伤口。多数学术研究为了方便计算，常把投资期限缩短到1个月，并使用月度简单回报率。在这种视角下，高波动组合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差。风险最高的第10组股票，简单平均回报率达到 12.3%， 看上去甚至符合高风险、高回报的传统理论。但把投资期限拉长，使用投资者真正能够拿到的复合回报率，结果会完全不同。高波动组合的年复合回报率只有 6.3%， 几乎只有简单回报率的一半。两种计算结果之间，每年的差距超过6个百分点。高波动股票往往带有明显的彩票属性，它们可能在少数月份大涨，但也会在更多时候出现深度下跌。每一次大幅亏损都会让剩余本金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忙于回本。1975年，美国金融学教授 Robert Hogan 通过观察长期复合回报率，发现低风险股票的回报高于高风险股票。但当时的很多金融模型都建立在极短的投资期限上，这一现象因此长期被忽视。对于真实投资者来说，不论管理的是个人养老账户、保险资金还是养老基金，资金通常都会在市场中连续停留很多年。投资期限越长，波动率越高，简单回报率和复合回报率之间的差距就越大。真正决定财富增长的，不是某几个月涨得有多快，而是经历完整投资周期后，账户里到底剩下多少钱。低风险带来高回报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20世纪的美国股票市场。Robert Hogan 后来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全球30多个国家，依然发现低风险股票的长期表现优于高风险股票。Pim Van Vliet 和 David Bliss 也在欧洲、日本以及19个新兴市场中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比利时股票市场的数据甚至可以追溯到1873年。中国 A 股市场同样如此。研究选取2001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数据，将中国 A 股市值排名前1000只的股票，按照过去36个月的历史波动率分成10组，并在每个季度重新调整。结果显示，
波动率最低的组合回报最高，价格起伏也最小。随着组合波动率上升，实际回报很快开始下降。风险最高的那一组股票承受了最剧烈的价格波动，却没有获得正回报。这段样本涵盖了2001年到2003年、2008年、2011年和2015年等多个市场困难时期。低波动股票并非每年都涨得最多，但它们在市场下跌时损失较少，保留了更多本金参加之后的上涨。中国市场的换手率大约是美国市场的2倍。更频繁的交易、更强烈的彩票偏好以及对短期暴涨股票的追逐，都会推高高波动股票的价格，并透支它们未来的回报。这种悖论还出现在股票以外的市场。在企业债券市场，高收益债券虽然承诺支付更高票息，但更高的违约率会吞掉这部分利息，最终回报并不优于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在期权市场，风险和长期回报同样呈现负相关。赛马数据更直观，研究人员分析了20多万场赛马，发现所有赌注的平均回报率约为负23%，而风险最高、赔率最诱人的赌注，平均回报率低至负61%。不论是股票、债券、期权还是赛马，只要某个选项具备小概率赚大钱的特征，就容易吸引大量资金。人们愿意为这种可能性支付过高的价格，结果反而压低了它的长期回报。风险并非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真正有价值的，通常是承担适度风险，同时避开那些最极端、最像彩票的资产。掌握大量资金的专业投资机构，并不是不知道低风险股票的优势，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无法大幅偏离市场基准。这种限制来自资产管理行业对相对风险 （relative risk） 的重视。相对风险衡量的不是投资组合会亏多少钱，而是组合的表现与参照基准相差多少。基金经理的业绩通常会与标准普尔500指数或 MSCI 世界指数等市场指数进行比较。在这种考核框架下，绝对亏损未必意味着失败。假设市场下跌 40%， 而基金经理的组合只下跌 20%， 虽然客户仍然亏了钱，但基金经理跑赢市场 20%， 业绩依然可能被评为优秀。相反，一只每年稳定提供 10% 回报的股票，从绝对角度看风险很低，从相对角度看却可能非常危险。假设第一年市场上涨 30%， 这只股票只上涨 10%， 基金经理便落后市场 20%。 第二年市场下跌 7%， 这只股票仍然上涨 10%， 基金经理又领先市场 17%。 2年下来，这只股票与市场的年均复合回报率都约为 10%。 问题是，这位基金经理未必等得到第二年。第一年落后市场 20% 时，他可能已经遭遇客户赎回、失去奖金，甚至被公司解雇。这种因为偏离市场基准而危及职业生涯的风险叫做职业风险。为了保住工作，基金经理更愿意持有与市场走势接近的股票，而不是那些绝对风险低却可能在牛市中明显落后的股票。 David Bliss 曾经评估过，在原有选股模型中加入低波动率因子会产生什么结果。他发现，加入低波动率后，组合的相对风险会明显上升。在机构客户看来，这相当于承担了更高的基准偏离风险，却没有立刻获得更高的相对回报。于是，很多专业投资者被迫放弃绝对风险较低的股票，转而持有更接近市场指数的资产。低风险股票也因此长期处于配置不足的状态，这为不受基准约束的个人投资者留下了机会。个人投资者管理的是自己的钱，没有季度排名，也不需要向客户解释为什么落后于市场。但在实际交易中，很多人依然不喜欢低风险股票，反而主动追逐波动最大的资产。原因在于，
人类会高估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投资者渴望找到下一家能够快速增长的科技巨头，愿意为了极小概率的数倍回报，承担更大概率的本金损失。这种行为与购买彩票十分相似。1720年，英国爆发了围绕南海公司 South Sea Company 的大规模投机， Isaac Newton 也参与其中，最终遭受巨额亏损。他能够精确计算天体运行，却无法计算人群在投机狂热中的行为。这种彩票偏好在现代股票市场中同样存在。Alok Kumar 分析投资者的个人背景和交易数据后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投资者对高波动率彩票型股票的偏好往往越强。他们希望通过一次成功下注实现财富的快速跃升。专业人士也有相似的动机。刚进入行业的股票分析师希望尽快发现一只能够大幅上涨的明星股票，推荐一家业务稳定、价格波动很小的公用事业公司很难让他获得关注，推荐一家拥有新技术、新模式和巨大增长想象空间的公司则更容易建立个人声望。基金公司吸引新资金，也往往依靠短期业绩亮眼的明星基金。基金经理只要押中一只高风险股票，就可能迅速提高排名，吸引大量申购，为公司带来更多管理费收入。散户的暴富愿望、分析师的职业诉求和基金公司的规模动力，共同把资金推向那些故事最吸引人、波动最剧烈的股票。当大量投资者争相买入，这些股票的价格会被推得过高，未来增长尚未兑现，回报已经被买入时支付的高价提前透支。低风险股票看起来平淡无奇，反而因为缺少追捧，保留了更好的长期回报空间。追逐高波动股票还会带来一个持续消耗财富的结果：过度交易。美国投资者和企业家 John Bogle 曾从零和博弈的角度劝普通投资者减少交易，长期持有市场指数。在不考虑费用的情况下，主动交易本身就是零和游戏。一个人战胜市场所获得的超额收益来自另一个人的落后。一旦加入交易成本，所有投资者加在一起就会变成复合游戏。Kenneth French 的研究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年均换手率一直高于 100%。这意味着一只股票在投资者手中的平均持有时间已经不足1年。频繁交易的重要原因是过度自信。Terence O'Dean 分析了1万个投资者的经济账户，发现女性投资者最终取得的净回报高于男性，并不是因为女性更擅长选股。在扣除交易成本之前，男性和女性的原始投资回报没有明显差异，区别只在于女性交易的更少。更低的换手率意味着支付的交易成本更少，留下的净回报也就更多。2015年，荷宝还进行过一次生物金融学测试，对52名男性投资专业人士的唾液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睾丸酮水平较高的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的过度自信。这种自信容易让人相信自己能够通过不断买卖战胜市场。对于基金经理来说，行业的收费方式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冲动。客户支付了主动管理费，基金经理便需要通过持续调仓，证明自己一直在工作。如果买入一批低风险股票后长期不动，客户反而可能质疑管理费是否值得。但每一次交易都会产生佣金、买卖价差、市场冲击和相关税费，单次成本看起来不高，一旦换手率长期超过 100%， 费用便会逐年侵蚀本金。完全停止交易也不可取，因为股票的风险、收益和动量会随时间变化。Pim Van Vliet 和同事的研究显示，每年大约 30% 的换手率已经足以让组合保持有效。问题不在于交易本身，而在于交易过多。少做无效操作，把更多利润留在账户里，
往往比不断寻找下一次机会更重要。建立保守型股票组合，第一步是筛选低风险股票。在完整的量化模型中，先从美国市场市值最大的1000只股票中计算每只股票过去3年的历史波动率，再按波动率从低到高排序，排除风险较高的500只，只保留波动率最低的500只股票。个人投资者如果没有完整的数据和计算工具，可以使用在线股票筛选器，并用贝塔作为波动率的替代指标。贝塔衡量的是一只股票相对市场的波动幅度。假设大盘上涨或下跌 10%， 一只贝塔值为 1.5 的股票通常会波动大约 15%。 把贝塔值上限设为1，可以先剔除那些波动幅度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票。为了排除流动性较差的细价股，还可以把最低股价设为$1，最低市值设为$10亿。这几项条件能够把3万多只股票缩小到大约5000只。接下来需要加入收益 income 因子，这里的收益不只包括公司直接派发给股东的现金股息，也包括公司回购股票带来的隐形收益。假设一家公司的股价是$10，每年派发$1股息，股息率就是 10%。 另一家公司的股价是$100，同样派发$1股息，股息率只有 1%。 其他条件相近时，前一家公司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为股东提供更高的现金回报。股票回购的效果与派息不同，但同样会增加股东权益。当公司在公开市场买回并注销自己的股票，总股本会减少，剩余股东在未来利润中所占的比例便会提高。完整模型会同时计算股息和股票回购。普通股票筛选器通常没有回购数据，因此可以把最低股息率设为 3%， 再把市盈率上限设为30倍。市盈率不超过30倍，意味着公司的盈利收益率大致不低于 3%。 经过这些条件筛选，留下的通常是价格波动较低，估值不过分昂贵，并且愿意把部分利润返还给股东的公司。但低波动和高收益仍然不够，因为有些股票的股息率很高，只是由于公司正在衰退，股价已经跌得很低。一只股票价格低，股息率高，并不一定代表它值得买入。有些公司正处于长期衰退期，为了维持分红，留住股东，管理层可能出售子公司，变卖资产，甚至借钱派发股息。表面上的高收益掩盖的是不断恶化的经营状况。随着基本面恶化，股价可能缓慢下跌。投资者因为每次跌幅都不算太大，往往迟迟不愿离场，最后掉入价值陷阱 value trap。 这与温水煮青蛙的比喻相似。风险如果突然出现，人们会迅速反应；风险如果一点点积累，人们反而容易低估它。为了避开这类股票，需要加入第3个因子，动量 momentum。 动量衡量的是股票在一段时间内的价格趋势。完整模型会把500只低波动股票按照过去12个月的价格动量进行排序。使用普通股票筛选器时，可以把过去52周的股价变动率下限设为0，只保留过去1年价格没有下跌的股票。价格上涨本身不能证明公司一定优秀，但如果一只低风险、高收益股票同时具备正向动量，至少说明其他投资者已经开始认可它的价值。将波动率、收益和动量结合，便形成了完整的参数法则。具体做法是，先从1000只大市值股票中选出波动率最低的500只。再分别按照收益高低和过去12个月的动量强弱，对这500只股票进行排名。每只股票都会得到一个收益名次和一个动量名次。将2个名次合并，再按综合结果重新排序，买入排名最靠前的100只股票。这些同时具备低波动、高收益和良好动量的股票，被称为保守型股票 （conservative stock）。
从1929年到2017年，最初的100美元在保守型股票组合中增长到2600多万美元，年均复合回报率约为 15%。 如果反向操作，买入高波动、低收益、负动量的股票，同样的100美元，88年后只增长到787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后，1929年的100美元相当于2017年的1412美元。也就是说，这787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反而下降了 44%。 低风险只是基础，加入收益是为了避免支付过高价格，加入动量是为了避免买入仍在恶化的公司。3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组合都可能留下明显的弱点。保守型组合建立之后，真正困难的并不是选股，而是在市场环境变化时继续坚持。股票市场大致可以分成3种状态：熊市、温和上涨的市场，以及年回报率超过 15% 的强劲牛市。从1929年以来的数据看，这3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大致相当。在熊市中，保守型股票也会下跌，并不能让投资者完全避开亏损，但它们通常跌得更少。在大盘平均下跌 15.8% 的年份，保守型组合的平均跌幅约为 5.2%。 在年回报率不超过 15% 的温和市场中，保守型组合的表现与大盘大致相当。最难熬的是强劲牛市，保守型组合虽然也会上涨，甚至平均能够获得 30% 以上的回报，但通常仍会落后于涨势最猛烈的高风险股票。2009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当年3月开始，市场快速复苏，全年大盘回报率达到 30%， 保守型组合却只上涨了 8%， 相差22个百分点。当朋友、同事和其他基金都在分享更高收益时，坚守低风险股票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错失感。一位管理养老基金的首席财务官在看到2009年的业绩后，甚至质问为什么养老基金中还要持有这些保守型股票。许多投资者就是在这种比较中放弃原有策略，转向当时涨幅最大的热门股。要坚持低风险策略，必须停止用别人的短期收益衡量自己的投资结果。关注的重点不应是某一年有没有跑赢身边的人，而是本金能否在完整周期中安全增长。保守型股票赢在输得更少，他们在熊市中控制回撤，保留更多本金进入下一轮上涨，再通过复利逐渐拉开差距。这种优势很难在1-2年里充分显现。经历一次由熊市、温和市场和牛市组成的完整周期，平均大约需要7年。持有时间越长，亏损概率也会明显下降。在美国股票市场，以1年为投资期限，普通股票出现亏损的概率约为 30%， 保守型股票不到 20%。 把期限延长到5年，普通股票的亏损概率约为 10%， 保守型股票只有 1%。 A 股市场的波动更大，以1年、3年和5年为期限，市场整体出现亏损的概率分别约为 47%、36% 和 15%， 保守型组合则分别下降到 41%、27% 和 9%。 低风险策略并不会消除短期痛苦，它要求投资者接受牛市中暂时落后，也要求投资者把评价期限拉长。只有跨越完整的牛熊周期，少亏的价值才会真正转化为更多财富。低风险、高回报用近90年的股票市场数据，打破了承担更多风险就能得到更高回报的固有认知。投资的长期结果并不取决于抓住了多少只突然暴涨的股票，而取决于本金能否避开难以修复的深度亏损。当投资者为了小概率的数倍回报争相买入波动最剧烈的热门股票时，他们往往已经支付了过高的价格。风险没有消失，未来回报却被买入时的溢价提前透支。更稳妥的做法
是先避开波动率最高的股票，再从低波动股票中选择能够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为股东提供收益，并且价格趋势没有持续恶化的公司，也就是用低波动控制风险，用收益控制买入价格，再用动量避开价值陷阱。买入这些保守型股票后，不必频繁交易，也不必在牛市中与别人攀比涨幅，接受暂时落后，把组合持有到完整的牛熊周期结束。保守型股票未必跑得最快，但它们能够在市场下跌时少亏一些，让更多本金继续参加之后的复利。这就是低风险股票最终跑赢高风险股票的原因。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